欢迎来到智慧宇宙。在节目开始前，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通知。除了幽浮、阴谋论、外星基因等相关的研究，最让人们有感的，大概就是与外星人的亲身接触了。美国天文学家约瑟夫曾参与过美国空军所主导的幽浮调查计划，包括1947年开始的信号计划和蓝皮书计划。约瑟夫是20世纪美国军方的幽浮调查专家，也是最早以科学方法系统展开大规模目击报告的人。史蒂芬·史匹伯于1977年拍摄电影《第三类接触》时，也曾特别邀请约瑟夫于压轴客串演出。约瑟夫生性保守，起初对于各种幽浮事件抱持怀疑的态度，但在研究了上百起目睹报告及民众的访谈后，他将人类与外星人的接触分成了3种类型。第一类接触是指目击一个或多个不明飞行物体，如飞碟、奇怪光体或不属于人类科技的飞行物体。第二类接触是指目击一个或多个不明飞行物体，并给目击者及周遭环境带来相关的物理反应，包括热力或辐射、地形损毁、身体麻痹、使动物受惊吓、干扰引擎或电视及电台的接收，使目击者失去目击不明飞行物那段时间的记忆。第三类接触是指看清了飞碟，特别是看清了其中载的类人高级生命体。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往往是通过心灵感应与外星人交谈。由于约瑟夫是位实事求是的科学家，在人类与外星人的互动上只做了3种严谨的分类。但后人很快便觉得这3种类别并不够用，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目击者开始宣称自己曾被外星人绑架或遭受不明的侵入性实验，因此又有了第4类接触的更多分类说法。第4类接触是指人类直接与飞碟或外星生物接触，其方式有被劫持、被检查、被进行实验等。第5类接触是指透过人类自发或双方合作，以一种有意识、自愿性和积极主动的方式与外星文明沟通，就是从地球上发射飞行器或电磁波，访问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第6类接触是指被外星人所伤甚至造成死亡。第7类接触是指人类与外星人结合，生出外星地球人之混种小孩，也称之为星际小孩。而本期节目将与大家分享传说中的孟兆国与凤凰山飞碟事件，也就是老高曾在节目中自嘲，宛如被警告不要说的孟兆国事件、1994年凤凰山外星人事件与1994年贵州空中怪车事件、1977年黄岩丘外星人事件，并列中国飞碟与外星人3大悬案之一。而孟兆国事件更是中国飞碟与外星人3大悬案中最有知名度的。据称1994年中国黑龙江省的居民孟兆国与2位同事在五常市红旗林场附近工作，看到凤凰山有奇怪的发光体，本来以为是直升机坠毁，但3天后他独自前往，在接近残骸时被一股力量击昏。这起事件与各国其他飞碟目击事件一样，社会对事件中诸多细节的真实性存疑，但特殊点在于此事件参与者村民众多。事后调查亦包含军警人员、记者、大学教授、科学家等单位。而孟兆国在2003年时通过了测谎仪测试，使事件更加扑朔迷离。官方媒体直到事发后10多年间仍持续播放关于此事的纪录片。事件经过几时，孟兆国和很多山河屯当地村民都表示，在1994年6月期间，在他们工作的黑龙江省五常市红旗林场附近，看到凤凰山有奇怪的发光体降落。村民最初以为那里有直升机坠毁，一群人约10几人前往探险。据这些人讲，他们全体都目击到远方南坡上有一个巨大圆形反光体闪闪发亮，孟兆国也在其中之一，而众人心生害怕，所以无人再靠近，原路折返。飞行物出现第10天后，孟兆国及其侄女婿在好奇心驱使下前往事发地，并目击飞碟。他事后向记者绘图描述是一大圆形物体，头位圆后面有一曲折尾部，整体像一个怪异的勾玉问号状飞行器。
机体乳白带黄色，圆盘中间另有一圆物，则材质不同，有金属反光。众人在远处看到的反光就是该物。圆盘一侧还有两小方形突出物，似乎某种仪器。而此时飞碟似乎是不正常降落状，圆盘一端插入山坡中，拱起一排石堆。孟兆国表示，在继续接近飞碟时，机体突然发出一种吱吱声，随即被一股力量电击，且在眼睛剧痛下被推离。孟兆国及其侄女婿两人吓得慌忙离开。孟兆国两人随后返回林场，将情况汇报给林场工会主席。主席于3天后带领一行30多人前往查看。孟兆国在查看过程中拿出望远镜，大叫了一声，看到了便昏倒在地。事后他回忆，他当时看到了一个外星生物举起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物体，并发出一道类似电焊的强光，击中了他的眉心，随后就不省人事，并在地上发疯般大力抽动。一行人见此就中断探索，急忙抬着他下山。孟兆国陷入长期昏迷与半疯梦游状态，1个多月后才清醒。另一方面，当遇到第2天凌晨时，处于夏初的凤凰山附近突然气温急降。约1周后某日，全体林场工人看到半个凤凰山被一巨大龙卷风罩住，高度近1公里。不少村民形容如同末日场景，但龙卷风似乎又有点怪异，呈下大上小状，风中还有模糊的红蓝闪光透出。龙卷风不久后消失，而飞碟也消失。孟兆国在长期昏迷中处于半梦半醒状态，能接受喂食和照料，有时突然瞪大眼睛叫喊，并双手乱挥。有人给他执笔时，他会写下些不明所以的字母拼音。清醒后，孟兆国接受山河屯林业局新闻干事关洪生详细询问。他回忆，昏迷期间看到一个雌性女外星人，大约3米高，有6只手指，身体器官与人类相似，但头大眼大，类似牛眼。整个昏迷期间，该名外星女人都在孟兆国家中，但只有他看得到，别人都看不见。而孟兆国几次双手乱挥喊叫，是女外星人强行与他发生肉体关系的反抗动作。孟兆国表示，当时看到自己漂浮在上方，外星人曾用一枪形物体往他大腿注射，当时无痛，但感觉皮下有数个火柴头大小的颗粒物。之后，他看到另外2名男性外星人直接穿墙进入家中，在迷蒙中把他穿墙带走，高速移动到一外星基地。随后2名男外星人再把孟兆国带到其中一艘飞碟中，见到一个类似首领的外星人，该名外星人叫别人取来一个方形物体。之后他便听得懂该外星人的话语，并在眼前看到一些画面。该名疑似首领的外星人表示，此次他们来地球有3个目的：一是了解研究地球，2是躲避彗星撞击木星，3是告诉人类不要再浪费力气进行战争，应该关注保护环境。孟兆国问起自己是否能再见到之前那名外星女性，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过外星人表示，60年之内，一个中国农民的后代将诞生在其他星球上。他们同时表示，孟兆国有机会去看自己的孩子。之后他在外星人的指引下，亲眼看见了彗星撞击木星的场景。自事件发生以来，虽然外星人没有再出现在孟兆国的家，但是似乎用心电感应和孟兆国保持某种联系。例如，孟兆国曾经大谈地球环保问题，其文化知识水平看来不像是一位只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写的。而在2003年9月，孟兆国接受了机器测谎，以获知他是否在该事件中说谎。测谎结果显示，孟兆国在该事件中并未说谎。医生在检查孟兆国大腿处疤痕后表示，此疤痕不是由于正常的受伤或手术造成的，使得此一事件更加扑朔迷离。但是凤凰山事件真的能够证明外星人的存在吗？对此，人们对于这件飞碟目击事件有着不一样的看法。有一些人会觉得可能是外星飞船坠毁所导致，但是在现场却没有发现任何的踪迹。科学家认为这其实就和当年通古斯爆炸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为什么会爆炸？
就是因为小行星在空中爆炸所引起，另外也可能是极端天气，比如雷暴天气或者龙卷风，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一些非自然的现象，所以都容易会出现巨大的破坏。这则飞碟目击事件的发生，并不能够说明在地球上出现外星人，也没有证据证明飞碟就是来自于外星的飞船，因为这所有的一切可能是人造物体，又或者是自然的现象。然而宇宙如此之大，在地球之外真的很有可能会存在外星人，你说是吗？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喜欢这则影片记得按下订阅，并随手帮我们点个赞，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充实。